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幽灵粒子中微子。你知道吗？有一种幽灵粒子在你的身体里每秒都有数以亿计的在穿过你。它呢是来自于太阳、恒星和超新星，甚至是宇宙大爆炸。它是宇宙中数量最多的基本粒子之一，却又是最难以捕捉和研究的。那它与灵魂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灵魂又是什么呢？灵魂在死亡之后又会去到哪里呢？这些问题呢，一直困扰着无数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以在科学领域呢，有一位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呢，他还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人的灵魂呢是一种量子中的中微子态，它可以在死后呢返回宇宙。他呢就是罗杰·彭罗斯了，他是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幽灵粒子中微子。那中微子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氢子，是基本的粒子的一种。那基本粒子呢是已知的最小粒子了。我们不能够想象原子那样被分成更小的粒子是构造宇宙中一切的基本元素，而中微子呢又是最轻的物质粒子。迄今呢还未检测出它的确切质量，但至少呢比电子还要轻100万倍。那中微子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反应，不管是人体呢还是地球，在它看来呢都是极为空旷的，可以自由地穿越空间，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在科学上探索呢也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呢中微子的发现和研究的过程呢，包含着几代科研人员的心血。那中微子是怎么发现的呢？在1930年，奥地利的科学家鲍利呢，为了解释原子核衰变中的能量似乎不守恒的现象呢，就预言了中微子的存在，就认为这种永恒找不到的粒子呢，偷偷带走了能量。那经过了20多年的寻找呢，美国的科学家科万和莱因斯呢，终于在核反应堆旁边探测到了中微子，证明了它的存在。莱因斯因此就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968年呢，美国的科学家戴维斯呢，在地下1500米深度的废弃金矿中进行实验，首次呢也探测到了来自于太阳的中微子，就证实呢太阳无穷无尽的能量是来自于氢核聚变。那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探测的原理又是什么呢？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呢是全球中微子研究的重要项目之一为了探测中微子呢，实验室采用了4万多个光电倍增管。那这些设备呢又被称为是实验室的眼睛。中微子的信号呢是极其微弱的嘛，需要极其高度灵敏的设备来捕捉。而这4万多只光电倍增管呢，就是分布在探测器各处的一个眼睛了。它们可以全面的覆盖整个探测区域，确保每一个微弱的光的信号呢不会被遗漏。通过这些眼睛共同合作呢，科学家就能够准确的分析出中微子的路径了，还有能量等信息，进行精密的物理研究。那这个实验室还建在地下700米的深处，这样的设计呢是为了屏蔽来自于地表宇宙射线和背景辐射，减少干扰，确保呢探测器能够捕捉到中微子以极其微弱的信号。通过这些眼睛呢，科学家就得以研究这些神秘的幽灵粒子了，从而更好地理解宇宙的结构和演化。那通过对中微子的研究呢，科学家们不仅可以揭秘宇宙的奥秘，还能够在核安全、地质勘测、极端环境通讯等多个领域呢带来新的突破的。那随着中微子实验室的建成通信世界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应用呢？悄悄告诉大家呢，那就是它可以上天入地。比如说深海通讯，在深海里呢，电磁波信号会快速的衰弱，那传统的无线电信号呢无法有效的传播，而中微子呢几乎不受物质阻挡，能够轻松的穿入海洋。所以科学家们设想呢，未来可以利用中微子实现深海通讯，使潜艇在海洋深处与外界呢可以一直保持联系，而且不受深度和屏蔽的限制。还有地下通信嘛，同样中微子在地下通信方面也有很大的潜力。比如在矿井或者是地下建筑环境中呢，传统的信号呢很容易受到阻碍，而中微子的强穿透力呢，致使呢可以在这些极端的环境中成为理想的通信方式。还有就是太空通讯嘛，中微子甚至可以设想为星际通讯的一种方式。由于中微子能够在宇宙中无障碍的传播嘛，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未来探索宇宙深空各种任务中的理想通信载体。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星际通讯或许可以通过中微子来实现，解决无线电波在远距离的这个宇宙空间中衰减的问题。虽然这些设想还处于理论阶段，但是它们呢展示了中微子在未来通信领域的一个巨大潜力。那说了那么多中微子，它又像不像是人类的意识和灵魂呢？
如果有灵魂存在，那么灵魂构成的物质应该和量子、中微子有类似之处的。第一就是它是不能够被普通人观察的，第二就是看到呢就会改变，而灵魂呢又具有千变万化的一个本领。第三就是它有事前预知的本领。所以我个人认为人本身部分的器官都是具有量子本身的功能的，比如大脑里的情感交流，比如连通大脑的目光，比如具有遗传功能的生殖系统。所以为什么这些器官里具有量子纠缠和信息交流的功能呢？打个比方，就是同一个女人如果结婚之前她交了很多的男朋友，那么在婚后生下的孩子呢，有可能就存在所有她曾经交往男性的某一点相似的特点的地方，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当然了，大部分的应该是和这个孩子的父亲是相似的。这个观点据说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也就是说明人体呢是含有量子功能的，甚至呢有人在背后接近你，有些敏感的人都可以立刻察觉到。所以人体本身是具有运用量子特性的，人体里自然就应该具有量子的体系。所以这种本领的强弱呢是天生的，但是后天也可以加强。再比如说蚂蚁观察双缝干涉实验现象的时候几乎呢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这就证明蚂蚁本身没有量子体系，或者是非常微弱，那么改变的量就很小，甚至是不改变。这就更加的证明了人体本身是具有强大的量子体系的呀。所以据我观察，越是高级的动物越开始具有和人一样的情感交流的本领呢，其量子信息呢就越强大。比如说大象、小狗都具有量子体系，那单细胞生物本身呢就不具有量子体系。而我们知道人的观察呢是需要意识参与其中的，而人观察之后呢，量子体系就会改变。所以人脑呢一定含有量子信息的体系。这里有必要就先说明一下什么是观察。那观察说白了就是意识参与的结果，是意识在大脑里形成的结论。观察呢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那意识又是什么呢？它就像是暗物质一样，神秘而无形。每一种生命都拥有一定程度的意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甚至是微小的生物，比如细菌、病毒，亦或是像我们人类这样的高级智慧生命体，都存在着意识，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而已。那植物、细菌等生命体的意识是微弱模糊的，而复杂的动物的意识呢则更加强大，尤其是像我们人类这样的高级智慧生命体意识更是神秘而复杂的。那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高级智慧生命体人类的意识是强大无比的，而其中还隐藏着更多未被揭示的秘密。所以生命可以说是由可见的物质和不可见的神秘意志组合而成的奇妙的一种构造。就像是人类呢是由我们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神秘意识组合而成的。然而任何的生命形式都无法逃脱一个基本规律嘛，那就是生老病死。即使是我们这样的高级智慧生命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呢，我们就注定将走向衰老。那么当我们的肉体停止运转的时候，意识又会怎么样呢？它呢就会随着肉体的消亡，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灵魂的科学假说了，也就是彭罗斯的量子灵魂理论。那彭罗斯呢是英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是剑桥大学的博士，也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教授。彭罗斯是霍金的好友，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奇点的概念，是一个体积无限小而密度无限大的点。那通过计算得出呢，巨大的恒星坍缩呢就会形成奇点。那奇点呢也可以称之为黑洞。而霍金在这个基础上就提出了，或许我们这个宇宙就是源自于这么一个奇点。所以这个理论就被称之为彭罗斯定理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呢，让彭罗斯获得了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随后呢，他更是提出了一个科学禁忌的话题。在生命陨落后呢，他认为呢，人的灵魂会以量子的形态继续存在，灵魂离开人体会重返宇宙。因为在1989年，彭罗斯创造了一部名为《黄帝心脑》的书籍。他在书中就提出现在的人工智能不管如何的先进呢，在有一点上永远都比不上普通人，这一点就是直觉，也可以理解为是灵魂，或者说是意识。按照彭罗斯的说法呢，人工智能都是逻辑运算的，永远都摆脱不了它的机械化的特点。但是意识这个东西它只能在量子系统中存在。那么人类是怎么产生意识的呢？彭罗斯的答案就是在人的大脑之中有许多处于量子纠缠态的一个电子。这些电子呢每坍缩一次人就会产生各种思维思想。因为这些电子不断的坍缩呢，而且又不断的纠缠，这才产生了所谓的灵魂和意识。听到这里呢还算是比较科学嘛，
但是接下来他提出的理论和对灵魂的阐述呢，却充满了一股玄学的味道。他就说，一个生命在陨落之后，灵魂不会因此消失，它其中的量子信息并未被破坏，而且呢，它会离开身体，重返宇宙。那这样的解释呢，与神话概念中的这个灵魂是极为相似的。再通俗点来讲，就是灵魂会继续存在于宇宙。按照这个说法来看，我们这个宇宙突然就出现了许多的不确定性了呢。在1977年呢，克罗特科夫就找来了摄影记者呢，应用克里安照相法针对濒死的病人进行了一次拍摄实验。那根据对比，他就发现人在死亡的过程中是有一部分蓝色的颗粒呢，会逐渐的离开人体。他认为这种蓝色的粒子呢，就是灵魂，又或者是中微子了。不过很快呢，克罗特科夫的猜想呢，也得到了质疑，因为本身呢，克里安照相法呢，科学家就认为存在漏洞。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蓝色很有可能是人体流失的水分和热量。那难道人在死亡后意识就真的彻底消失了吗？就没有科学家再次挑战灵魂这个难题了吗？还有一个现在还是在研究当中的，那就是濒死体验了。而彭罗斯的理念呢，就与这个濒死体验是有关的。研究灵魂总归还是要研究生死的话题嘛，所以有一部分的科学家就提出了濒死体验。那什么是濒死体验呢？就是从一个人在遭受重创被送到医院之后呢，一直到在抢救成功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他在昏迷的这一段时间就被称之为是濒死时期。所以科学家会通过大量采访濒死的病人，就发现这些人呢，在这段昏迷的时间里会出现很多奇幻类似的经历，这个呢就是濒死体验了。比如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意识离开身体，能够回顾自己的人生，有的甚至还能够看见一些已经去世的亲人。比较奇怪的是，他们几乎呢都有灵魂出体的经历。那这个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呀，这么多人为什么会有相似的体验呢？所以这一直都是濒死体验研究的一大难题。于是这个彭罗斯就提出呢，人类濒死体验就相当于大脑中的量子计算机的一个程序，即使死亡之后仍然存在于宇宙之中。也就是说，他认为灵魂是一种量子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离开人体后就会返回到宇宙当中。那听起来可能有些难以理解，但这个呢，还要从量子力学开始说起。因为在量子力学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叠加态的概念，就是指一个微观量子呢，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叠加。而这个量子的状态呢，与我们意识就十分的相似。那么意识或者说是灵魂，会不会就是这种量子的状态呢？在1994年，美国哈佛大学就公布了一份研究成果了。他们就发现了，在人类的大脑之中存在着一个叫做微管的结构。这种结构广泛的就分布在大脑的神经元当中，就像是电线一样。而这种结构就具有量子叠加态的一个性质。也就是说，意识不仅存在于大脑之中，还有一半呢在宇宙之中的某个角落。后来那个彭罗斯和哈梅罗夫呢，就共同提出了调节坍塌模型，用来解释意识的量子机制。意思就是人类的意识呢，是由大脑中的微管产生的。那微管中的量子态会不断的调节和坍塌，而每一次坍缩呢，都会产生一个意识的瞬间，而这些意识的瞬间呢，就构成了我们的思维和感受了。当人类的身体死亡时呢，微管中的量子态不会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更加纯净的方式离开大脑，进入宇宙的量子场之中。这就是灵魂不灭了。那又与中微子是不是有几分的相似呢？而彭罗斯和哈梅罗夫又认为这种理论就可以解释濒死体验中的一些现象，因为这些呢都是量子态在坍缩的时候产生的意识的投影。而彭罗斯的量子灵魂理论就是一种尝试用科学的方法解释灵魂存在的理论。它是基于量子力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但也受到了玄学的影响。这一理论虽然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也存在很多的争议和困难嘛。所以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